我还就爱看范社长办的这个《荆州时报》，是吧？荆州时报办的真好，及时为老百姓发声啊！老牛，你认字儿吗？你装什么好人啊？人家牛总怎么装好人了？人家无非就是给我点个赞。对，我现在啊，也只能私下里点个赞了，处境比你强不了多少。行，不说了，喝酒。快，老公拿个杯。什么拿个杯啊？女人家的跟人家喝什么酒啊？怎么不能喝酒了？人牛总好不容易来我们家一趟，我作为女主人陪人喝一杯，就是快点儿，来，赶紧的。好，喝。但是别喝醉了啊！大家都保持点清醒。这多余让你到我们家来吃。在家里喝酒保持什么清醒啊？喝多了我怕出洋相。来，一醉方休啊！哎，好，来。过了这么多天了，一直也没给你接个风。哎，罪过哎呗。呀，瞧您这话说的，大家都忙。当然啦，你现在呢，在领导的身边，求你的人又那么多，是不是？能不忙吗？哎呀，副总啊，您是不知道，这活不好干。咋的？还想回荆州？继续干你那个1个月1000元的荆州能源董事长呗？哎呀，不是啊，现在机会来了，副总，你往大了想。大啊，有多大呀？无为荆州中府董事长呗？不会这么快吧？可问题是，他就是这么快，连陆建设都是荆州中府的党委书记了。也就你们公司敢这么玩啊？咋的呀？林董有没有考虑后果呢？什么后果呀？领导那是集团老大，党组书记兼董事长，他的话那就是绝对的真理。就那个副书记张继英，一直对领导心怀不满。拿您的话说，这又能咋的呀？没用。皮蛋呐，我告诉你，千万别在领导后面添油加醋，也别说谁没用。一粒小沙子，它就有它的作用，你信吗？它要是落在你的鞋子里，它就硌你的脚。信啊，这皮丹啊，是不是东西？可他有句话说的还行。我这样的老同志吧，已经退休了，也不了解情况，就别干政了。行了，你就别瞎操心了。荆州的事儿啊，我还真管不了。师傅，我觉得你还是能劝劝林满江的。林满江在这个世界上只听一个人的话，那就是你老人家的话。我不是吓唬你，这个时候你再不说话，就是对大师兄不负责任，也是对我们3个徒弟不负责任。当年你怕我掉队，把我送给林满江去培养，现在我也怕林满江掉队。林满江掉什么队呀？他是你们的大领导，又是大师兄，所以他就更不能乱来。现在牛俊杰气得都要辞职了。哎呀，你老公辞职是林满江造成的。行了，你要我跟他说什么呢？至于吗？你也太霸道了吧！你竟然命令人家石红杏离婚！一叶落日天下秋，石红杏现在竟然相信牛俊杰的鬼话了。人家毕竟是夫妻，你以为他哭着喊着要离婚，那全部都是真的？当然不是真的。石红杏这么敲锣打鼓的闹离婚，无非是想讨好我手中的权力。你明白就好，别太霸道了。你当初安排牛俊杰带荆州能源总经理，
就已经违反干部任职回避要求了吧？要真是追究起来，你也要承担责任。是啊。哎呀，当时没人能用，就是个过渡性安排。师傅，李满江命令我跟牛俊杰离婚。啊？他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不能离婚啊！别听他的，师傅听你。牛俊杰其实还是不错的。不过呢，你们几个呀，也别公然的和满江对抗。陆建设不是组织上派来的吗？知道。我也说过本安了，那你也劝劝大师兄。我跟本安对他都没有恶意，真的。行，知道了。有空啊，给满江打个电话。哎呦，人可真不让我省心。你看张继英跟我是上下级关系，他就是对我的决策再不满，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质疑我。他知道界限在哪里。石红杏，那还不是你给捧的，让他真以为自己能力超群呢。真正能力超群的有几个？改变世界的就那么几个人。但是作为领导者来说，用人的第一要素是忠诚。忠诚，永远要摆在能力的前面。以前的石红杏很忠诚，所以你用他，对吗？是啊，忠诚是石红杏的敲门砖啊。那齐本安呢？齐本安的确是有才华，但是能力强的人只能欣赏不能用啊，想法太多。你看我这次启用了齐本安，给我带来了多少麻烦呢？你什么都明白，那你干嘛非得要用齐本安啊？齐书记，我知道你想让我再兼个董事长，就能享受上对应的级别待遇。陆老大跟我说了，我回绝了。谢谢领导们对我的关心，我呀下决心不玩了，没法玩，连个起码的公道都没有，你跟谁玩？来，喝一个。那这样吧，我有个新的提议，就按照你的要求，我到你们荆州能源去兼任个董事长。哎，对，算了，我别坑你了。那是矛盾漩涡，人家都躲还来不及呢，你往里边跳啊！你跳到坑里被埋了，我不同情你，我也得同情范社长。你少来这一套，这最初不就是你提出来的吗？那会儿我是想坑你，我想让你跟我一样，一个月只拿1000块钱生活费。我告诉你啊，齐白，你要是敢一个月只拿1000块的生活费回家，我一脚把你踢出去。你别忘了你儿子，1年国际校多少钱？闭嘴！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你别以为老牛在这儿，我就不敢收拾你啊！哎呀，这老齐，哎，我给你提个建议，要不然跟你们大掌柜商量一下，把皮丹调回来，让他董事长兼总经理。哎，范社长，我敬你一杯。敬你。坚持原则的好同志。哎呀，我说副总啊，这件事啊，你还真得帮帮我，啊，让我们领导早点把我外放回荆州当荆州中府的董事长，这多好啊！陆建设能力不够，他一到荆州就受到了齐本安和石红杏的强力阻击，我回去不是正好帮帮他吗？毕主任呐，毕丹，你是知道的，我是个有原则的，那就是不干涉内政。副总啊，
您跟我们领导是最好的朋友，他最听您的话了，只要您一句话。罪过，罪过啊，批主任。我听说你也是佛系的，佛家不打诳语啊，可不敢乱说呀。我呢，那就是一个民营企业，在你们公司算个啥呀？啥都不是啊。谁呀？是我。你要干嘛？我来看看你。我来看看你。那总是突然袭击啊！我是位女士啊。对，您是女士，您还是女强人。有什么事到办公室谈嘛？干嘛堵到家里来呀？我去办公室了，但是您的办公室门一直关着呢。讨债鬼来了，谁敢开门啊？齐书记啊，你就别劝我了，真的，今天这个事儿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跟他就差动手了。要我说呀，这事儿你也有责任，你故意刺激他嘛。那我还不是跟你学的？你看你会议主持的那多有水平。别，你还是别跟我学了。我现在也后悔了，你们家老石都批评我了，说我太没度量。那好，你度量再大点儿，你呀把办公室也让给他。我也没这么简单吧？他林满江真的以为自己能一手遮天吗？林满江一手遮不了天，但是能遮中福集团，也能决定你齐本安的命运。没错，清醒。什么清醒？我看你们已经不清醒了。喂，好酒都让你们糟蹋了。牛姐姐，我告诉你少喝点啊，咱们还得谈正事儿呢。喝酒就是喝酒，谈什么正事儿啊？啊，老齐，你怎么事儿那么多？刘总来，来，我敬你了。哎，来，你带你们家石总跟我喝一个。哎，别，范社长，我代表我们家石总和我们家石燕儿，我敬你一杯，真的。石燕儿从大学毕业呀，就跟着你，成长了，成熟了。他就分你，英雄都无用武之地了，马上要下岗了，干了，干了！这说了你们都不听是吧？好，我也不主张你回去，你回去干啥去？添乱吗？可是副总，您就不怕齐本安翻旧账吗？齐本安一上任，就把荆州中福集团的账给冻结了，到现在都没解冻呢。您就不怕他万一找到什么茬儿？什么茬？我没有什么茬可以让别人找到的。你应该知道，荆州中福的很多合作项目，那都是你亲自具体经手的。有啥问题吗？我肯定没问题啊。那个，可是牛俊杰一直在嚷嚷金丰金盛矿的交易它有问题，连石红杏都产生疑惑了。哎，还有那个钱荣成，又冒出个10个亿的交易费用，你说？这个钱荣成啊，他咋就这么不安分呢？钱总，为荣成集团担保的事儿，
我向齐本安董事长汇报过了，齐董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说需董事会同意。那太谢谢石总和齐董了。那个，为了表达我的谢意呢，略备薄礼，您跟齐董呢1人50万，别嫌少。现在企业困难。不是讨债鬼，是来行贿的。哎呦，严重了，严重了！这种行为不好，钱总。你们企业现在这么困难，你还敢这么送礼？你赶快收起来吧，用在生产上。一点小心意，规矩嘛。齐董，关于我们为荣成集团担保的事儿，钱总很着急。这不都跑到我们家里来催问了，还带了2张银行卡，说我跟你1人50万，我回绝了，我也替你回绝了。这个钱荣成居然敢明目张胆去找你行贿，啊？你让他明天来找我。好的，齐董，那我就让钱总明天过去了。石总啊，送点小意思的事，怎么可以电话里头说呢？不说不行，现在我们中孚集团反腐倡廉。那你就当我今天没来过，没来过，啊？皮主任呐，我跟你说，钱荣成呢，现在是急眼了，最近被一笔8000万的高利贷给逼的，那不成风口了？副总，您给他提防他，小心他乱咬人。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皮主任，我再强调一点，你别总是想着回荆州。你回去干什么去？啊？你说的对，之前是我糊涂了，我听您的，不回荆州了，我先不回去了。哎，他钱荣成他还敢找上门来讹诈，徐书记，你让他告上去，往上告。什么意思啊？顺水推舟。对，顺水推舟。什么顺水推舟？我跟你讲，那叫顺水漂流。我们旅行社就准备开展这个顺水漂流的这个项目。刘总，我跟你讲，我们准备弄股份制了，好不好？刘总，你入干股。对。你干什么？老薛，你没说完呢。过入。你让我把它说完呢。不是他也没钱，他这几年就靠老石养着他呢啊！你踏踏实实，你躺这别动。好。婉江，我是师傅。今天呢，红杏过来说了半天话，皮丹也跟我说了半天，弄得我心事重重的，睡不着觉了，想和你聊聊天。皮丹呢也跟我说过，说我这样的老同志退休了，不应该干政。师傅这不是干政啊，只是想和你聊聊天。师傅啊，您想说什么就说，这不存在干政问题。我跟您说实话，我也睡不着，正想给您打电话，我跟您聊聊天呢。是吗？那就好，那就好。哎呀，师傅啊，您可能想不到啊，您一手培养出来的3个徒弟，恐怕要分道扬镳了。咱今天就说说石红杏吧。不说他对我们党组织的忠诚，
这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得讲良心吧？您跟祁董呢，一人50万，别嫌少。现在企业困难，清廉呐！哎，林满江收礼才收10万8万，谁行贿了，谁受贿？不敢去报案。你是怕公安局还是怕检察院？傅长明给我跟清源的账单上有这10个亿呀。这10个亿的交易费用，当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算有这10个亿，傅长明就一定是行贿给我石红杏了？谁都能去报案。有可能我脑子一短路，就把这个账单呢交给有关部门。而且在钱荣成眼里，你跟林满江就是一伙的。如果说咱们的董事长林满江真的像你想象的那样是个大贪官，现在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你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呢，石红信？你又凭什么得到我和组织的重用呢？啊！还站得住吗？啊！这我这点小酒能醉倒我？你没事。还，这是几啊？5。这是5啊？这是5啊！你别闹，你说事，说事。老牛，我问你，还能说正事儿吗？能。你说。你告诉我，你这么甩手走了，谁能接你？啊？金龙矿矿长王子和，他还兼着上市公司副总。牛俊杰，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回了，你怎么就不能认真想一想呢？爸，那陆建设可公开说了，他要弄死我呀！那这样吧，你先请个假，也去医院查查你那3高。过段时间看看情况再说吧。好，齐书记，那我听你的，我就学一回皮单呗。其实啊，当年呢，就怕红杏掉队。你看，你让他一步步成长起来了，现在的你呢，成了中富集团一把手，位高权重，所以说话办事都得小心，尤其是用人，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你看那陆建设，荆州中福的干部群众啊，反应特别大，连师傅都听到了。是吧？陆建设身上毛病确实不少，但是该用就得用。在我的棋局里面，从来没有废子。师傅，这跟掉队不掉队没关系，您就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满江啊，咱不掉队啊，永不掉队。好，您放心，您放心，永不掉队。齐本安、石红杏的倒戈，让林满江感到事态的严重。全国上上下下不断增强的反腐态势，更是让他惶恐不安。但他不甘心，他还想做最后的挣扎。来，钱总。哎呀，齐书记，这大周末的还在这加班啊？这不在等着你钱总吗？是你不让我休息，非逼着我加班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看这个城市银行呢，还在等着呢。石总都跟你说了吧？
说了，说你希望我们替你们荣成集团担保贷款5个亿，是不是？感谢我们荆州中福伸出援手。别，钱总，你先别着急感谢啊。这个事儿呢，我得跟你说清楚。第一，它不符合规定；再说呢，也不符合逻辑。你看，历史上我们2家没什么来往，而且你们荣成集团资信也不好，我们为什么要替你们担保贷款呢？咱们目前呢没有什么业务来往，但是以前也是有的，比如说5年前的金丰矿、金盛矿的产权交易。虽然是傅长明出面交易的，但我是股东之一，这也算是有过来往吧。钱总啊，这个事儿你不提我还不好说，现在既然你提了，我就直说。这个交易啊，荆州能源上上下下反应很大呀，大家都认为不值这么多钱。是吗？这个交易，我们方嘛是由这个傅长明主持的，你们那边拍板的是林满江。你要想知道这个值不值这么多钱啊，你得去问傅长明或者林满江。什么意思啊？让我去问林满江？你问问林满江，为什么要用这个价格完成交易？钱总，你这话就更有意思了。我怎么听着好像你也觉得不值这么多钱？哎，我可没那么说，我没那么说。呀，我们还是聊聊担保的事儿吧。不用聊了，也没什么好聊的。钱总，我再次明确跟你强调一下，石总之前跟你说过什么都没用，因为这事不光他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而且，你也不要奢望通过行贿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因为这毕竟涉及到5个亿的国有资产，这事儿行不通。这相机你会用吗？用别忘了随时记录啊！必须在装。哎，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李大人，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的李叔叔。李叔叔好。李叔叔好。你们好，佳佳。这位是啊，你们没见过，满江同志的儿子。哦。你们这位李叔叔可是了不起啊！当年他是我领导。我知道，李叔叔，您肯定是铁面无私的包公，对吧？不对，我猜呢，应该是个监军，上头派下来的监军。是，那也不是，准确的说，我和你爸爸是一条战壕的战友。过去在县里面，我领导他；现在在荆州，他领导我。看你们这是要出门啊，吕书记下派的任务，去搞棚户区现状调查。李叔叔，我们现在可是德光书记的亲兵啊！德光书记的亲兵今天出马是要去调查什么呢？这次调查的还挺多的，不过当前最紧要的就是要调查清楚矿工新村棚户区真正的钉子户有多少。哦，这他都知道。耳濡目染，近朱者赤。还有呢？还有一个呀，就是要查清楚他们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好了，小伟，咱们就到这儿，咱们兵分2路，你们赶紧出发，我们俩赶紧喝酒。好嘞，先走了。李叔叔再见。好的，你们慢点。哎呦，德光，让2个海外游子深入社会调查研究，关注民生，教子有方啊！回来了嘛，就得深入我们的实际生活。据我所知啊，你和石总都是林满江书记的部下兼亲友，关系非同一般。看来钱总还真是了解的不少。这样吧，你也别绕弯子，有什么话就直说，好吧？石红信石总没有跟你直说吗？说了，说希望给你们担保5个亿，我也说了。
行不通，完全行不通。那我要是到北京找林满江呢？好啊，如果你去北京找林董，林董报请董事会通过对荣成集团的担保决议，那荆州中孚别说5个亿，50个亿我都替你担保完成。这话是你说的啊？我说的，你现在就可以去啊。德国啊，听说了没有？你前妻被北山监狱安排当营销经理了，连这事儿都报告到你那儿去了。你也不想想你是什么人，得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我当然知道我是什么人，我还知道，陈英成他现在赖在医院不走，烧伤治好了，现在转到脑外科去治脑震荡去了，顺便办了个第2纪委。陈英成这个第2纪委和你李学习李书记的第1纪委联合办公了吧？第2纪委有意思啊！如果我和陈英成联合办公，今天就没机会上你这儿喝酒了。齐书记，你就一点不为你的领导担心吗？我要是跑到了北京中央纪委会怎么样？啊？怎么办？去啊！你去就去呗，跟我说什么呀？你现在就去。我现在急了眼了，我破罐子破摔了。钱荣成，你破罐子破摔，就是摔碎了，那碎片也崩不到我身上。而且我也告诉你，谁也不是别人吓着长大的。但是做人要凭良心啊！你明明可以替你的领导和同事去分担的，这个忙你不帮啊？碎片崩不到你身上，但是能崩到林满江、石红进、皮丹身上。我劝你别把话说那么绝，别逼我走上不归路。你已经在不归路上了。我也劝你自重。哼，请吧。你。7月10日，林满江书记指示，要用市场经济的眼光看问题，紧紧地抓住荆州地方政府整合煤炭资源的大好历史时机，吃进长明集团旗下的金丰和金盛2矿，日后输入荆州能源，把蛋糕做大。德光，民主生活会一进会场，看到桌上摆的那份《荆州时报》的调查报告，我这心里面就知道你的意图了。别说吴琼飞市长反应激烈，我这心里面也替你捏一把汗呐。心想，我的德光书记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这么被动的局面下，你还在一味的谋取进攻，你这不找死吗？所以你也别怪吴琼飞市长非难，人家的责问很正常。知我者老李啊，实事求是地说，我是真心的想在民主生活会上做个自我检讨，我要让班子的同志知道，说这个班长是怎么失了职。民主生活会嘛，我做个自我检讨，这没什么不对吧？这我也看出来了，要让吕德光同志低头认错，给大家做检讨不容易啊。所以你也别怪吴琼飞当众对你的那些批评。你也别太往心里去。我没往心里去，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往心里去了，这就是熊飞同志，他不想干事啊。那我们可以想办法让他干事啊。不管怎么说，他有一点是说对了。24号文件没有废止之前，我们必须依法行政，不能盲目乱动。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一个工作就是在合适的时机召开常委会，废止24号文件，要让那些群众们有获得感和幸福感。2月25日，林满江董事长在北京中孚集团总部办公室召见我和皮丹，指示如下：上市公司荆州能源申请停牌，发布资产重组公告。公告的内容是对大股东荆州中孚控股集团公司增发股份，购入大股东荆州中孚控股集团公司金丰和金盛2矿资产。本次交易的对价为人民币47亿元。师傅，进来。走了。走了。这个钱融成，比我想象的还要强硬。意料之中。我也在对这笔交易进行复盘。我的天哪，这么多啊！好家伙，上个世纪80年代的都还留着。看来你们家老牛真没说错，你可真是林满江的铁粉。钱小冲，你这是背信弃义、带忘恩负义，你知道吧？我同情你，可怜你，让你在每周的周末能够在视频里跟闺女见个面，谈谈心，叙叙父。你之前跟你一道好啊，头一回就差你给我弄砸了。是，这次怪我一时冲动，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有探望薇薇的权利，你不能剥夺我这种权利。又来了，钱小冲。这也都是为了闺女好，你知道吧？我知道，我能不知道吗？所以我一直听你的。我现在已经滚到美国地下室去求学去了。老同志，打扰一下。哎，您贵姓？哦，我姓秦。举报牛俊杰的10年吧。啊？这封来自北山监狱的信，是您写的吧？哦，这不是我，是我儿子秦小冲写的。啊，我说嘛，你这个老同志怎么看也不像个劳改释放犯。那个，麻烦我问您一下，您是法院的还是检察院的呀？啊，都不是，我是荆州中孚的陆建设。嘿，陆书记，这我听说过，您管纪检的是吧？我现在不仅管纪检，现在荆州中孚所有的事儿都归我管，没办法。来，您赶紧屋里请啊！来。那你儿子？哦，他没在。那个没事，我打电话，我给他叫回来。德国，有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常委会决议通过了废止24号文件，会不会给你和吴琼飞市长带来新的被动，甚至是加重上面对你们的组织处理？老李，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既然24号文件能够废止，那为什么不早些废止？为什么一直拖到今天，一直拖出个328的灾难事故？对呀，你照这个思路，我们市委市政府就罪加一等嘛。所以你一定要理解吴雄飞市长他有他不干的理由。我当然理解。嗨，但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为群众解决实际的问题，无非就是下台嘛。那告别演出总要带点精神气儿。老李，我问你啊，你说像咱们矿工新村这样的棚户区，在咱们荆州市有多少？住在里面的居民又有多少？我当然知道了，那份调查报告上面有很详细的数字。这些人没有获得感、幸福感，就是我们没有尽职尽责呀。我接下来就希望能跟熊飞市长开会再讨论。我真的希望说能够借助互联网的力量，真正解决民生的就业问题。